一个故事名叫隧道。老王非常喜欢夜钓，这天他又忙到深夜才回家，路上刚好遇上了辆警车。本来只是例行检查，可老王却一脸慌张，似乎车里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警察看了几眼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提醒他这地方经常会出现野兽，没事赶紧回家。车子进入隧道后，老王接到妻子来电，责怪他已经深更半夜还没有回来。突然前面出现一头鹿，吓得他紧急刹车，可等他再看一眼时，那鹿又消失不见了。下一刻他又发现挡风玻璃上有一个手掌印，他以为是刚才警察不小心按在上面的，可奇怪的是雨刷打开，那手印居然还在，说明手印不在外面而是在里面。难道车里除了他还有别人？老王非常害怕，开出隧道后急忙打开后备箱检查，里面有一个血淋淋的行李箱，可怕的是还露出了一束头发。老王一边割掉头发，一边嘴里不停地谩骂，说什么你活该，谁让你突然出现在快车道。然后他又一次开回了隧道，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他突然看见隧道中站着一个白衣女人，紧接着车窗上又出现了无数手掌印，吓得他紧急停车。这一次他愤怒了，从车里拿了把榔头，打开后备箱，对着箱子就是一顿乱砸。可奇怪的是，他发现里面居然是空的。就在这时，隧道里的灯开始熄灭，吓得老王赶紧躲进了车里，但为时已晚，女鬼已经上了车。下一秒，女鬼拿起榔头直接砸向了他。老王虽然瞒过了警察，却没逃过女孩死后的复仇。第二个故事，红衣女人。女孩名叫小美，是一家公司的白领。这天晚上下班，像往常一样准备回家，可走到车库的时候，她发现角落里有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女人正在盯着她看。这大晚上的，小美有点害怕，头也不回的赶紧离开。回到家后的小美敲开了邻居房门，向邻居打听了下，小区里是不是有个爱穿红衣服的女人，可对方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么奇怪的人。小美心中有点疑惑，难道是自己看花了眼？就在她准备回去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了脚步声。只见那个红衣女人已经跟了上来，幸好她及时逃进了家。小美非常害怕，想通过猫眼看看外面的情况。突然她猛然惊醒，原来是一场梦。小美醒来后觉得梦里那张脸有点熟悉，于是她找到了高中时期的合影，发现正是其中一个同学小朱。她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第二天找到了另一个同学，想问问小朱的情况，谁知对方告诉小美他已经死了。听到这话，小美瞬间后背发凉，难道自己看到的是小朱的鬼魂？小美心事重重的回家，坐电梯的时候突然在3楼停了下来，一看那红衣女人正在外面，小美连忙关上电梯门，猛按8楼。可到了8楼，红衣女人依然站在门口，小美彻底害怕了，拼命的逃出电梯，准备躲进家里。可奇怪的是，房门却死活打不开，只好顺着楼梯逃跑。可红衣女人很快就追了上来。就在小美彻底绝望的时候，身后渐渐没了动静，发现红衣女人竟然消失不见了。小美抓住机会赶忙逃到了楼下，准备打电话向朋友求救。就在这时，一双煞白的手抓住了她的头发。红衣女鬼带着小美爬到楼顶后，直接把她扔了下去。小美被摔死后，画面来到他们高中时期的那张合影，红衣女鬼的声音传来：“等着吧，还剩下你们3个。”第3个故事，人形模特。阿伟是一家塑料厂的员工，今天是他第1天上班。同事告诉阿伟，这个行业有个很邪门的传说，有时候人形模特数量会对不上，不是少了而是多了，这是因为有不干净的东西混了进来。阿伟被吓了一跳，同事笑了笑说开个玩笑而已。可就在他们离开之后，其中一个人形模特居然动了。阿伟下班后路过公园的时候，发现有人在吵架，可当其中一人扭头看向他时，发现竟然是一个人形模特。阿伟看着如此诡异的一幕，吓得拔腿就跑。回到家的阿伟开始在网上查询有关人形模特的怪谈，果然不只是阿伟一个人遇见这种诡异的人形模特。有人说千万不能和这种脏东西对视，不然会一直缠上你。阿伟回想起刚才好像自己和那东西对视了，心里不由得发毛。第二天阿伟上班的时候，发现人形模特少了一个，他们非常疑惑，明明点好的数量怎么会少一个？就在他们打开货车门准备装货时，发现那个不见的人形模特竟然自己跑到了货车里。两人有点害怕，决定各自回家。
可当阿伟经过那个公园时，再次遇上了昨晚那个男人，还有那个诡异的人形模特。但这一次更加恐怖，模特竟然起身朝他靠近。阿伟彻底害怕了，吓得拔腿就跑。跑着跑着，阿伟来到了一条死路，而这时身后的人形模特已经追上了他。就在这时，阿伟用力一推，模特被摔烂了，喷出了大量鲜血。阿伟以为自己总算逃过了一劫，可还没等他走几步，发现身体越来越僵硬，低头一看，自己的双手竟然变成了塑料。而此时公园里那个神秘男人出现在阿伟面前，他露出诡异的笑容，似乎得到了一件非常满意的艺术品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期更精彩。